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蛟龙，打倒东亚病夫。我是世界第一大力士，欢迎你们东亚病夫上来较量！呀！来呀！谁敢较量？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！上来呀！上来呀！有！厉害啊！厉害！哎呀，总算有人上来了。哎，您先报个姓名，免得没人给您收尸啊。走快！好，开始啊！好，二师兄，陈加油！哎呀，好！没事吧？陈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，大力士上！怎么好像打在铁球上？走，先回去。走。哎，还有谁上来？上来！啊！你上来！上来吧，上来！谁来跟我？东亚病夫，哈哈哈！还有谁？还有誰來？來呀！哎，你誰來？還有你，來呀！來呀！啊！誰敢來？哎，金刀門！二叔，爹，小心啊！爹，小心啊！你們中國沒有人了嗎？老頭，回去吧，免得生事。哼，你這畜生！畜生什麼意思？他說你的身體很好。啊，你知道我是畜生就好。你們笑什麼？你們中國人笑什麼？讓你們看看我的厲害！爹，小心啊！爹，打他肋下！打！爹，打他肋条！打呀！你们能不能冷静一下？这样会扰乱二叔。
二师公，二叔，二师公，爹，二师公，二师公，爹，这么狠的手。哼。 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春巧柔，八卦陈刚，六合多变，形意玄雄。你们合起来，我可就不敌了。但你们会合起来吗？在座的这位可是宫本，快把我们的会旗还回来！你们的掌门怎么都没有来？对付你，不用我们掌门出手。呀！ 我看不用我动手，你们自己就打起来了。师傅，这个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上一次在茶馆里我们碰到过他。哦，对。你是什么人？请问，哪位是天津武术总会会长陈少明掌门？我就是。在下宫本一郎。 今天特来给陈掌门下战书。陈掌门代表天津武术界，我代表大日本武术界。3天后我们决战。哼，我答应你，咱们3天后见。 多谢，告辞，请。
您放心，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尊严，不成功便成仁。永春派陈绍明前来讨教。在下宫本。陈师傅能来，我很高興。永春派功夫我仰慕已久，希望陳師傅今天能夠多多指教。客氣。能和東洋武師比武，也是我陳某人的榮幸啊。希望陳師傅今天能夠全力以赴，我也不會客氣的。比武難免死傷，你可還有什麼話要向親人交代？既來之則安之，既然來了，就沒考慮那些。好，那咱們就廢話少說，請。占了上风啊！宫本的武功功力刚劲，出手狠辣，看着变化不多，但招招致命。而陈会长的咏春拳则短桥窄马，寸发寸剑，变化多端，两人不分伯仲。哦，黄师傅，你说陈会长能不能取胜啊？现在很难说。陈会长年事已高，虽然功底深厚，但毕竟拳怕少壮，宫本在体力上更胜一筹。可是我觉得陈会长他肯定能取胜的。陈会长必胜！必胜！必胜！师傅，陈会长他支持不了多久，他打不过宫本。一旦被宫本抓住机会，以宫本的狠辣，他非死即傷。这还不好说，不过你的武学修为进步了不少。师傅，陈会长好像不行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宫本已经熟悉了咏春拳的套路，如果再打下去，陈会长凶多吉少。既然你们胜负已分，又何必置人于死地呢？霍元甲，我要和你比武。我不会和你比武的，你走吧。黄师傅，咱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！宫本先生，我再说一次，
我不会和你比武，回去吧。霍元甲，你不配练武。配不配练武，你们日本人说了不算。不比也可以，那你必须把这坛酒喝了，那就算你怕了我们日本人。练武的人不会喝那么多酒。霍元甲，你根本就是个缩头乌龟！你陈胜，霍师傅，这小日本骂我们中国人是缩头乌龟，太嚣张了。师傅，我告诉你们3个，以后做事不要这么冲动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没有？你不是霍元甲的徒弟吗？是不是你师父改变主意了？我跟你打。我们日本武士和别人比武是有规矩的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好像是强盗打劫，不是武士比武。我不会和你打，除非你师父霍元甲来。快拿命过来！够了，我不会和你打。宫本，不使出真本事是不行的。元甲，冯师傅没事吧？很难说，但他不能拖得太久。你身体有病，你少废话。陈真，冯师傅既然有病在身，为什么还要打下去？我不知道。一定要注意每一个细节。来呀！
冯师傅，冯师傅，啊，不是，冯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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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本，陈真，陈真，这是公平的比武，不要冲动啊，陈真，陈真。元嘉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他最后一招了吗？冯师傅，公本，我要你偿命！陈真，公本真。师傅，去吧，去送死。他根本就是有病在身，这不能怪我。公本，我要和你决斗。好，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。下面是代表迷踪拳的霍元甲迎战日本武士宫本一郎先生，生死状已签好，比武本着生死自负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比武开始。师傅，小心呐！小心啊！霍师傅必胜！
霍元甲呢？我今天来，是替我弟弟出战。报个家门吧，我是靖海密宗拳第6代掌门。敢問閣下，我要打的是霍元甲，不是你。我没有必要告訴你我的來歷，你不配。哼，配不配，只有打了才知道。來吧。哼，配不配，不一定要打了才知道。打了才知道的話，就不是高手了。不過我想不明白，霍元甲為什麼像一個縮頭烏龜，讓一個功夫不如自己的哥哥來墊背送死？別說那麼多廢話，多想想自己的後事吧。果然是高手，可惜只是嘴上的。你的功夫比霍元甲的徒弟是要好多了，不過打敗你也只需要3招。我很想知道，如果你死了，霍元甲是否會為你報仇？好啊，3招之後，我再告訴你。中華武學博大精深，爾等匹夫怎能理解？怎麼樣？我說過3招就可以打敗你，現在你服了嗎？我在東北曾經打死了60多個武林高手，不過他們吹牛的本事，倒還真不如你。嗯？你們中國人就是這樣，對自己的東西參悟不透，就敢拿出來嚇唬別人。你不是說中華武學博大精深嗎？拿出來呀！你還有腳？28路彈腿你會不會？少林的羅漢腿你會不會？你還配談中華武學？我突然間又改變主意了，因為在我看來，霍元甲可能根本不值得我去打。這樣吧，只要你認輸，承認你們中華的武學不如我們大日本的武術，我就饒你一命。如果我們兩個真的只是比武，我會認輸的。這是戰鬥，我和你，中國和日本，我可以被殺死，霍元甲也可能被你殺死，但你永遠贏不了，因為你贏不了中國。可是我們已經贏了，台灣已經歸屬我們大日本的版圖，接下來是東北，然後是山東，總有一天，你們這幫中國人遲早會變成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臣民，你們是亡國奴，你們只能做我們的奴隸。痴心妄想，你欠下的血債，總有一天會讓你加倍償還。師父，師父，你死的時候還算是個英雄，我會告訴他們的。去死吧！我給皇上丟臉了，我給中國人丟臉了。讓元甲養好身體，再來報這個仇。師父，這是國仇，師父一定要報。師父，我告訴你，
我对你的头髮不感興趣。師傅，我們走。師傅，師傅，師傅。你去哪兒了？哎，師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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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滾！師兄，真真，你過來。师伯怎麼死的？啊？師伯是被一個叫伊藤的日本武士打死的。當年的那個宮本就是他的妹夫。伊藤。叫伊藤出來！醉鬼先生，你來我的道館是想請我喝酒的嗎？你想喝酒啊？下一壇酒，我會在你墳前喝。呀！你這輩子不會有太大的出息，還是找到你的女人，私奔去吧。伊藤，伊藤！爹，师父，大哥，我霍元甲能活到今天，不是苍天眷顧、福大命大，也不是随波逐流、明哲保身。我这条命全是靠大家的血泪和性命换来的。每次遇到这样的事，我越是不能后退，總覺得有很多雙眼睛默默地盯着我，使我一刻也不能停下來。仔細想想，那個時候總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去承擔。但是這一次，大哥，我會用伊藤的血去祭奠你的亡靈，什麼武林的事都歸武林去吧。我要做自己該做的事，不然我愧對你們的亡靈。陈真，你回來了。啊，陈真，剛回來啊？啊，二舅回來了。真生，真生，怎麼了？元甲他不見了。啊？陈真，什麼？中国狗，把鞭捡起來！你們到底是不是中國人？你到底是誰？霍元甲。霍元甲，霍元甲，你就是霍元甲？不錯。霍家主人交代，讓我們四位先招待霍先生。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！霍師傅，你竟然用南派流花劍法來迎戰我東瀛武士刀，倒頗有我劍道的韻味。我不是來說劍術的，我是來報仇的。
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嗔火旺盛，心虚气结。就算你没有抽过大烟，我也肯定的告诉你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更何况，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霍元甲了。鄙人有一个爱好，专门收集你们中国人的辫子，知道吗？这就是你哥哥霍元武的辫子。你出手的力道就像个娘们儿，你现在就是个东亚病夫。先不杀你，到了万国比武大会上，我再当着众多中国人的面，再慢慢的折磨你。师傅，小心呐！走吧。万国比武大会现在开始！长枪！放手！放手！做狗铲！起来！金门大将的称号当之无愧。
貴，曾經戰勝俄國大力士的英雄，是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的。他是中國人的希望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很奇怪，不像他的风格。什么意思？他完全在表演，根本没有尽力，很多招式都拖泥带水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也不明白，大概他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真正的实力吧。其实我们也一样。我只是把比赛的时间尽量的缩短，而他却在尽量的延长。这一点我也看出来了，但是他似乎每次都在試探對方的出招方式。哼，他這是在向我示威，我是不會上當的。我希望你能用更多的時間來展示我們東瀛武道的力量。你在中國待得太久了。已經被他們同化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中國人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也許說得很對，可是你4強的對手已經棄權了。那個德國人為什麼棄權？這不是他們的風格。哼，他們的風格能敵得過我下的藥嗎？太沒有出息了！武士的榮譽絕不能用這種方法玷污。我不是武士，所以也沒有你那麼多的顧慮。我是奉命來掃除你的障礙的。這一戰，我們日本人不能輸。告訴你，在我的眼裡，沒有移不開的障礙。別幹蠢事。你負責你的，我負責我的。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應該是為了大日本帝國。好好準備你和霍元甲的決戰吧。現在出場的是英國拳師朱尼。那邊的是中國的代表霍元甲師傅。準備好了嗎？OK， 好的。準備好了嗎？好的。現在，請選手上場。好，師傅好。
我就绝对没有問題。我這個是可學的力量。無恥！我聽說你也打過這個，不是嗎？我要好好教訓你。好，師傅，停，不要過去。師傅，下來吧。師傅，怎麼樣？怎麼樣？他用了藥，我會打倒他的。哪吒，到時候你假裝被打倒，他一定會跟過來。你用這個藥迷住他的眼，只要他看不見，你就會獲勝了。師傅！师傅，怎么了？怎么样？裁判，看实战！看实战！把手伸出来，面向观众。怎么样？没用，你没事吧？我手里什么都没有，没用。元甲，你是你们国家的耻辱，我不管，我要你死！师傅，冷静一下，冷静，冷静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师傅啊！我的眼睛很疼。師傅，那怎麼辦？他們開始炸呀！師傅，他用東西迷住了我的眼睛，那怎麼辦啊？師傅，馬上就要開始了，師傅，怎麼辦？這聲啊，我就算看不見，師傅，我可以聽，我可以聽。師傅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麼辦。師傅，裁判，師傅，那個別下拍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師傅，你沒事吧？馬上就要開始了，師傅，怎麼辦？各位觀眾請注意，霍師傅將在第3個回合當中為大家展示聽聲辨位的絕技。為了配合霍師傅的表演，務必請大家保持絕對的安靜，謝謝大家。这樣怎麼打呀？来呀！这是什麼鬼把戲？這也是科學，它叫做中國功夫。安靜！
出手，别出手，裁判会制止他们呀！出手！你们这小娃不懂什么？后面假胜！首先出场的是日本武道第一高手伊藤博文。接下来出场的是中国的霍元甲师傅。请比武双方上场。师傅，你的手。好的。你的手。经理。师傅！师傅！师傅！这是我们打垮中国人的最好的机会。你不是大英雄吗？你不是那个打败过俄国大力士的霍元甲吗？你是霍元甲吗？啊，霍元甲！哈哈！哼，你们中国人是我见过的最没斗志的人。这样的一个民族是根本没有希望的。就像现在，你们每个人都想我死，却只派得出一个疯子，因为他们根本上不了这个擂台。只会让你来送死。看看你可爱的同胞们多么的自私！你们现在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东亚病夫！你们！你说够了吗？没说够。你没机会再说了，让我们中国人回答你！好啊，师傅！师傅！师傅！你装疯！假痴不癫，这是36计。你以为你的暗器能打着我的风筝线吗？你们中国人根本就不是武士，为了一己私仇，竟敢使诈！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的祖先，日本浪人，屡犯我东南沿海。从那时开始，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，又使得多少人无家可归。这些人和我哥哥一样，都是无辜的。所有的仇，我们一定要报。当今世界是由强者说了算。当年要没有那场神风的话，我们大日本民族不也就被成吉思汗的铁蹄给踏平了吗？事实很清楚，要不是我们天皇锐意改革新政，想必我们今天的日本也会和中国一样。所以，告诉你，规则永远是由强者制定。
结束，分开，请分开。师傅，师傅没事吧？师傅，你没疯啊？我是假装的，我们的武馆有内奸，快点查清楚。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没看见吗？他是在装疯。我在问你为什么这么狼狈？他的招数我从来没见过，我现在打不赢他。不过在最后一刻，他有几招明显力不从心。他装疯，骗我们对他停止了下毒。他现在是用内力在压制毒性。只要我们激怒他，让他血气上涌，毒性就会发作的。师傅，怎么了？我被下毒了，要不要紧啊？没事。打到！我今天一定会打败你。好啊，不过力度太轻了。打得好，师傅！ 10、9、8。刚才你们是大声的侮辱中国人吗？现在怎么不说了？5、4、3、2。喂，你怎么了？龙大人，按照比赛的规则，应该立即结束这场比赛，将冠军判给日方选手。那不行，这霍元甲的伤势啊，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清楚。也许处理好以后，他还能重新上场，是吧？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，有道理。对，那好，如果5分钟之后霍元甲还不能出场的话，就判他输。这，对。 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师傅，大夫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师傅，怎么办？大夫，你救救我师傅啊！现在马上送我们的教会医院去抢救，也许还来得及。 宣布吧。现在还剩2分钟，如果霍元甲师傅不能出场的话，比赛就将结束了。怎么样了？霍师傅，怎么样啊？龙大人，我师傅他又昏过去了。好了，还是认输吧。 元
了？師傅，師傅，你沒事吧？師傅，師傅你怎麼了？師傅，請安教。元甲！師傅，你沒事吧？師傅，師傅，簡單不在外面，我們現在送你去醫院，走。听懂了。还有最後1分鐘，你要再不上場，就只能判你輸了。師傅。元甲，根本赢不了我，霍元甲，你已经中毒了，我要看着你怎么死。真正中毒的是你们，霍元甲，你和精武门都会和你哥一个下场，你们中国人没有希望了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霍元甲，今天倒下去了，还会有千万个霍元甲站起来。中国人是打不倒的。
我師父跟我講了很多道理，我沒能全部明白，但是跟我講了8個字：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你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嗎？啊？你師父不是很厲害嗎？可最後不還是死了嗎？霍元甲會死，王秀芝會死，我陳真也會死。你以為你不會死嗎？但精武門的精神是永遠不會死的。那就別浪費時間了，來吧！
你以为功夫就是一切吗？你功夫再快，还能快得过子弹吗？你敢赌吗？我有什么不敢赌的？大不了一死，我也是为国尽忠。来呀，杀我呀！你是不是不敢跟我赌啊？是不是输不起啊？你好，我跟你赌，来呀！我数到5，看是你死还是我输。来呀！来！1、2、3、4、5。你们这些刁民，你们这些行为是违法的。笑话，这是我们大清的土地，怎么能让你们横行霸道？如果你们再不撤，我们就开枪了。说罢，洋鬼子们就开始举枪瞄准。可天津武术总会的所有会员以及霍元甲等人视死如歸，决心保卫林则徐震天牌楼，不让洋鬼子踏进天津半步。这时带头的洋人坐不住了，立即下令開槍射殺。不料槍聲恰巧被路過的王五聽到。什麼聲音？啊，師公，好像放鞭炮，沒事的。放屁！啊，這地離震天牌樓只不過半里，那邊肯定出事了。我去找人家。沒事。師公，師公。隨後王五立刻騎馬前去救援，可這邊早已亂成一團，武術總會的人也是死傷過半。王五見狀抄起大刀左右開弓，很快便殺出了一條血路。元甲！這是霍元甲與程天笑的第3次交手，這一戰二人不光是要分出勝負那麼簡單，而是雙方的生死對決。只見兩人見面話也不多說，直接就是拳拳到肉的較量。經過一番交手，程天笑覺得有些不可思議，霍元甲的武功竟在3天內發生了驚人的變化。幾天不見，長進不小。腳打7分，手打3，彼此彼此。眼看霍元甲已對自己構成了威脅，這時的程天笑也不再留情，對準霍元甲發起了更瘋狂的攻擊，接着再次踢出他20年功力的一腳。幸好霍元甲憑借靈活優勢翻身躲過，隨後瞄準機會快速反擊，只可惜好景不長。程天笑畢竟實戰經驗豐富，僅用一招就扭轉了戰局。面對用盡全力的程天笑，此時的霍元甲已無招架之力。如果憑借師傅王五所授的一點皮毛武功，想要取勝難於登天。被逼無奈的霍元甲最終使出了密宗拳，這才勉強與程天笑打成平手。要知道這密宗拳可是從不外傳，即便是霍家4子的霍元甲也從未學到。但就在比武前夕，霍恩帝思考再三，最終還是把密宗拳譜交給了霍元甲，並叮囑他不到萬不得已不可出最後3式。但不巧的是，這密宗的最後3式卻是程天笑最想見識的。看來密宗拳你全會了。來，給我出最後3式！你們中國人是我見過的最沒鬥志的人，這樣的一個民族是根本沒有希望的。這是霍元甲人生的最後一戰，可備受打擊的他早已精神失常，走上台後，就連對手伊藤都驚呆了。他怎麼也想不到，一代宗師竟會淪落到如此地步。但為了拿下大賽冠軍，伊藤還是對霍元甲痛下死手，接着過來說道：“你不是大英雄嗎？你不是那個打敗過俄國大力士的霍元甲嗎？你是霍元甲嗎？啊？”霍元甲，哈哈！你們中國人是我見過的最沒鬥志的人，這樣的一個民族是根本沒有希望的。你們現在就是一群徹頭徹尾的東亞病夫。可話音剛落，霍元甲突然反手抓住了伊藤。原來他並沒有瘋，他只是用裝傻來躲避日本人繼續下毒。隨後霍元甲奮起反擊，直接打得伊藤措手不及。可當他打算乘勝追擊之時，體內毒藥忽然開始發作。第一回合結束，霍元甲雖然略佔上風，但留給他的時間也不多了。接着連忙吩咐弟子查出內奸是誰。這邊王希文看到霍元甲毒已攻心，於是讓伊藤。元甲，你是你們國家的恥辱，我不慣，我要你死！
這是霍元甲人生中的殊死一戰，萬國比武大會如期舉行。而霍元甲這次的比武對手卻是比大力士更厲害的英國拳王。據說此人不僅實力強悍，而且為了當眾打垮霍元甲，魯尼還在體內打了不少興奮劑。那霍元甲這次又該如何應對呢？只見比賽一開始，霍元甲就使出擅長的迷踪拳，並且三拳两腳打得魯尼连连後退。可隨着交手的漸漸深入，霍元甲忽然發現對方比武作弊。我就觉得你有問題，我这個是可學的力量，我要好好教訓你。第一回合結束，霍元甲略佔上風。可在中途休息時，洋鬼子偷偷給魯尼塞了一顆藥。他們這是打算要幹嘛？第二回合開始，雙方又是一番激戰。但這時魯尼突然假裝摔倒，等霍元甲靠近後，一把撒出剛才的五福傘。霍元甲頓時雙目失明，什麼也看不見，而對方卻趁機對霍元甲痛下死手。元甲，注意看，這個老外簡直太囂張，不僅寫下拳打南山盟，腳踢北海蛟龍的對聯，甚至還挑釁說道：“我是世界第一大力士，歡迎你們東亞病夫上來較量。”聽聞此話，場下的國人紛紛義憤填膺。這時霍元甲的弟弟霍元勇忍無可忍，一個飛身跳上了擂台。旁邊的漢奸翻譯見狀卻過來說道：“您先報個姓名，免得沒人給您收屍啊！”走快！好，開始啊！隨着雙方做好準備，接着比武正式開始。霍元勇急不可耐率先進攻，可還沒打幾拳，就被對方單手牢牢抓住。霍元勇不服，繼續用腿攻擊，但他的拳腳不僅沒有給對方造成傷害，反而被對方一把給舉了起來。眼看情況危急，台下的陳真直接飛身跳上擂台，在踢開大力士後，把霍元勇給救了下來。是這樣喲。不過這也成功惹惱了大力士，對着二人發起了更瘋狂的反擊。而場上的陳真也是毫不客氣，與對方交起手來。無奈他也不是大力士的对手，直接被三拳两腳打下了擂台。出去吧！嘿，大力士上！怎么好像打在鐵球上？你是誰？在下是霍家四子霍元甲。今天是霍趙兩家比武的日子，可就在雙方交手的關鍵階段，一個獨臂老人突然殺出，並且三拳兩腳就打飛了場上的霍元武和趙振南。這時霍恩第一眼便認出來者正是他們的大師兄程天笑。大師兄，真的是你，不知今天來有什麼事？霍恩弟，多年不見你還那麼蠢。當年離開師傅的時候，你們就該知道我的想法。今天我是來拿回我應得的東西。原來程天笑20年後再次出山，就是為了奪回當年失去的密宗稱號。隨後他更是讓徒弟陳真亮出旗幟，表示有誰不服的儘管走上台來。眼看話都說到這個份上，此時的趙興顯也不再客氣。既然當年師兄弟三人沒能分出勝負，那今天彼此就來個了斷。接着雙方拉開架勢開始交手。雖然趙興顯年輕力壯，可在程天笑面前卻絲毫不佔優勢，直接被他狠狠一腳踢出數米開外。還沒等趙興顯站穩腳跟，程天笑便乘勝追擊，將他踢下了擂台。爹，桓弟，該你了！大師兄，多多指教。爹，你去救人，我去殺敵。師傅，走啊！也就是因為這句話，讓王五徹底的留在了這裡。面對數十桿洋槍，王五依舊沒有畏懼，奮不顧身，勇敢前進。子彈很快穿過大擺，直接打中了他的身體。冷兵器終究還是敵不過高科技，但此時王五忽然想起譚嗣同說過的話：“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昆崙，哪怕是死也要讓敵人膽寒。”分碎班若人漸開火。大刀王五倒下了，但還會有千千萬萬的王五再站起來。洋鬼子最終也會被趕出中國。經此一戰，天津武術總會元氣大傷，但依舊沒有動搖霍元甲保家衛國的決心。然而就在這時，陸大安把王五的大刀拿了回來，看着這沾滿鬼子鮮血的大刀，霍元甲在心裡暗暗發誓：這個仇我一定要報，不然的話，我不叫霍元甲。要知道這3事一出，比武非死即傷。可面對程天笑的步步緊逼，迫於無奈的霍元甲最終還是出手了。合乎招招奪命，我只能出最後3式了。守攻不防，絕殺。重傷的程天笑徹底失去了戰鬥力。這時陳真急忙趕了過來，看着奄奄一息的師傅，陳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。程天笑告訴他，自己看到了密宗最後3式，就算死也值了。接着讓陳真不要替他報仇。說完，程天笑便氣絕身亡。師傅這麼一走，
陳真徹底成了孤兒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師父的話其實包含了2種意思：一是自己能死在密宗的手裡，已經是死而無憾；二是霍元甲的武功小有所成。如果陳真貿然報仇，根本沒有機會。安葬好師父後，陳真開始奮發圖強，每天苦練武功，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打敗霍元甲，替師父報仇。於是就在龍海生藥店開業當天，陳真背着一口棺材就找上門來。那他会是霍元甲的對手嗎？能設法激怒霍元甲，好盡快拿下大賽冠軍。第2回合開始，霍元甲與伊藤繼續着最後的生死决。這時伊藤突然使出杀手鐧，打算和霍元甲速戰速決，不料被霍元甲一腳踢飛在地，無法動彈。裁判見狀急忙過來倒數：10、9、8。刚才你不是大声的侮辱中國人吗？现在怎么不说了？5、4、3、2。可就差最后一下，霍元甲突然口吐鲜血，倒地不起。徒弟們見狀急忙把他扶進了醫療室。王希文這時也不打算裝了，直接要求龍少基暫停比賽，並把冠軍判給日本人。可龍少基覺得這樣不公平，堅持要等霍元甲醒了以後再說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？還不清楚。也許處理好以後，他還能重新上場，是吧？你們大家說是不是啊？是，有道理。那好，如果5分鐘之後霍元甲還不能出場的話，就判他輸。那最終霍元甲還能醒過來嗎？我們下集繼續。你是你們國家的恥辱，我不管，我要你死！就這樣，雙方在不公平的情況下打完了第2回合。可現在的霍元甲依舊雙目失明，如果再繼續打下去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然而這時霍元甲突然想到了一個辦法。師傅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麼辦。各位觀眾請注意，各位觀眾請注意，霍師傅將在第3個回合當中為大家展示聽聲辨位的絕技。原來霍元甲這是要蒙住雙眼對戰。見此情形，就連老對手伊藤都驚呆了，而場下觀眾也是大氣都不敢喘，生怕影響了霍元甲的發揮。第3回合開始，魯尼在台上來回走動着，試圖干擾霍元甲的判斷。隨後突然一個重拳襲來，不料被霍元甲躲開後快速反擊。這是什麼鬼把戲？這也是科學，它叫做中國功夫。魯尼不服，起身再戰，可他的每次出招都被霍元甲輕鬆化解，甚至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擊對方咽喉。氣急敗壞的魯尼打算使出殺手鐧，不料被霍元甲抓住後，一個借力打力扔下了擂台。霍元甲勝！霍元甲贏了，場下國人無不歡欣鼓舞。但狡詐的王希文為了讓伊藤拿下冠軍，他不僅派人抓走趙倩楠，甚至還安排臥底在霍元甲的飯菜裡下毒。那霍元甲最終還能參加比賽，成功打敗伊藤馬。我們下集繼續。回到武館後，大夥把剛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霍懷山。作為京城武術界的泰斗，他決定明天前去會會這位大力士，以挽回中國武術的尊嚴。但霍懷山畢竟年事已高，霍元甲勸他還是不要去的好。可霍懷山去意已決。轉眼到了第2天，霍懷山等人剛剛來到會場，就碰到一位小哥被無情扔下了擂台。眼看對方如此囂張，霍懷山決定要教訓教訓對方。接着他一個飛身跳上了擂台，可對方見狀卻嘲諷說道：“你們中國沒有人了嗎？老頭，回去吧，免得損失。”哼，你這畜生！畜生什麼意思？他說你的身體很好。你知道我是畜生就好。此話一出，場下的國人紛紛哄堂大笑起來。大力士深知自己被耍，於是打算讓霍懷山嘗嘗他的厲害，接着便揮舞鐵拳猛攻過來。只見霍懷山躲開對方攻擊後，瞄準機會快速反擊，只可惜他年老體弱，力道略有欠缺，交手數招，霍懷山不慎被大力士所，但他憑借多年實戰經驗，一記飛踢後成功脫身。打得好！就在大家以為勝利在望之時，霍懷山開始體力不支，他漸漸不再是大力士的對手。對方繼續乘勝追擊，直接從後面抱住霍懷山，接着一招蟒蛇纏身，最後稍加用力，霍懷山徹底失去了反抗能力。好，20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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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到武館，霍懷山深知自己時日不多，於是在臨終前，他把武館和家人都托付給了霍元甲，希望他能帶領大家將中國武術發揚光大。話音剛落，霍懷山便氣絕身亡。到了晚上，霍元甲在2書靈前立志，自己一定要打敗俄國大力士，為同胞們報仇。那他又會想出什麼絕招去應戰呢？我們下集繼續。霍恩帝的武功雖然在趙興顯之上，但他畢竟年老體弱，和功力深厚的大師兄比起來絲毫不占上風。雙方交手數十回合，這時程天笑使出絕學奪命連環腳，直接將霍恩帝踢倒在地。就在對方準備一招定輸贏之時，一人突然從旁邊跳出，救下了危在旦夕的霍恩帝。而來者正是霍家四子霍元甲。眾人見狀也是十分吃驚，因為他從小到大從未拜過師，更沒在任何人面前展露過自己的拳腳。你是誰？在下是霍家四子霍元甲。得知來者是霍恩帝的兒子，
成天笑气的當即就要出手教訓，可霍元甲卻絲毫不慌，與對方打的也是有來有回。但由於他第一次與人交手，經驗尚且不足，而成天笑的拳法又剛猛有力，底盤扎實，霍元甲無奈只能轉手為攻，避其鋒芒。師傅，你沒事吧？到底什麼功夫？霍家拳不是霍家拳，霍恩帝不是你師傅。此時的成天笑已經徹底急了，對準霍元甲發起了更瘋狂的攻擊。由於他早就失去了左臂，所以雙腳練得爐火純青。霍元甲一時不慎吃了大虧，可他並沒有就此放棄，憑借自己靈活的優勢，以及周邊的物體開始反擊，最終成功將成天笑制服。師傅，眼看師傅受傷，陳真急忙上前攙扶。這時成天笑詢問霍元甲的師傅是誰，但霍元甲思考再三，還是沒有說出。這時霍恩帝趕忙上前圓場，並表示這次比武暫且作罷，等改日大家傷好後再找機會。這次贏的算你僥倖，下次沒這麼走運。走。就這樣，霍元甲初出茅廬，一戰成名。